中国的死神方便简直太差劲了，他就只会打一些无名小卒来冒充连胜战绩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好意思称呼自己为死神的。最好别让我遇见他，只要让我遇到你们的死神方便，我绝对会往死里打，让他躺着下擂台。日本踢拳界副会长胆大包天，当众扬言中国死神方便的连胜战绩不真实，所谓的连胜打的都是一些外国留学生，丝毫没有任何的含金量。死神方便在擂台上只是略微出手，就将这个所谓的日本踢拳界副会长打得怀疑人生，甚至连脑袋都被打出来了问题。现在他的大脑还出现了问题。日本踢拳界副会长叫高木健太，在日本擂台也算是一手遮天的大人物。就在高木健太决定来华挑战死神方便的时候，手底下众多小弟都在劝高木健太不要没事找事情。然而好胜心极强的高木健太非但不听劝，并且还在赛前胆大妄为，疯狂挑衅死神方便的底线。既然这家伙是来找死的，死神方便也没必要给他留全尸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。在此之前，方便已经斩杀了多位日本拳王，并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。于是便劝说高木健太不要去中国找死。结果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高木健太为了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效果，不惜把自己的狗命搭上，也要与死神方便一决高低。既然如此，死神方便也没必要给日本踢拳界副会长留面子。踢拳的比赛包括 MMA 的比赛，是一个打法比较丰富的一名选手。对，一看像是一个 MMA 的选手。喜欢低面技，喜欢低面技。然后呢，他的报价，他的这种移动的感觉和这种自由搏击的不太像。因为他是比较这种方法比较多，所以说他的各种各样的，他是很随意的那种报价，不太很活，很灵活。一方面那种启动很快，这个爆发力很强。哇，这两腿因为这个方面对他有研究，在赛前里说这个小子就是说，高木健太是个反家的。高木健太既然是日本踢拳界推选出来的副会长，那么他的实力必然是不可估量的。不过在方便面前，高木健太依然是一个花花架子，一个简单的虚晃就把高木健太吓了一大跳。感觉没面子的高木健太瞬间大爆发，方便很轻松的就将危机化解，并在其中了解到了高木健太的作战计划与战术打法。他在找机会了，因为从双方的腿部力量来一对比，你看这个方便的腿部力量和这个高木健太肌肉这个线条马上不一样。对，马上不一样。但是看得出来啊，这位这个 MMA 选手啊，他的虽然说爆发力啊、启动能力或者力量还是很厉害。对，刚才有一个重拳，所以说这时候啊，方便应该自己警惕啊，还有一个反肘用的非常好。我们场裁判马涛说不要击打对方的后脑。我们武林风的竞赛规则是裆部、颈部、后脑是绝对不允许击打。死神方便打了这么多年的比赛，什么样的选手没见过？像高木健太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方便见多了。本想快速结束比赛的高木健太，却被死神方便死牵制住，完全掌控不了整场比赛的一点节奏。从比赛一开始就被方便牵着鼻子走，连最基本的进攻招式都很难打出来。哇，你如果到这点，他不一定变得很适应。但如果说你要说两方面都很强的话，那就是真正的是很全面的选手了。咱提前看一看这个，好像这刚一上来这个高木健太啊，不是很适应，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适应的很快。马涛也在提示日本的这个高木健方便不出招是不出招，一出招便会打的高木健太无法抵抗，脑袋挨到一次重击的高木健太一时出现了模糊。看到这一幕的方便决定留他一条命，等到下一回合看情况再对高木健太实施针对性击打。方便也是手下留情，不再进攻了，手下留情不再进攻了。好的。正裁判武林风中立当赛男子80公斤级的第2局比赛开始了，红方是中国勇士死神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高木健太的搂抱次数越来越频繁，不管所实施的进攻有没有命中方便，他都会实施一系列搂抱战术来规避伤害。然而方便并不会被高木健太的搂抱所影响，精准的拳脚进攻彻底让高木健太沦为了工具人，鼻子也被方便打出了浓稠的血液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高木健太就像是一个会移动的标靶，以此来提供死神方便训练使用。有这种死的印子，腿还是比较重的。然后因为他是调整的，是把重心调整好，然后发力发的很实在，这样发上去。他不是说在慌乱当中，在这个两个人什么当中打，他是调整好，然后就直接打。
我们这个场裁判是让这个方便到中立角休息，因为这个流血不止。方便这一拳直接就可以要了高木健太的小命，要不是这家伙的抗压能力强，恐怕第一回合都很难撑过去，就会被方便无情打傻。鼻子上的血液被擦干净之后的高木健太认为自己又行了，很快就投入到了战斗之中。结果方便的拳头会让高木健太认清现实，让他明白方便为什么会被称为是死神。爱面子的踢拳副会长已经彻底被激怒，拳就乏为力了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高木健太的这种韧性，就日本这个国际上这种韧性还是有的，还是有的。对，只要我站起来，我要在擂台还给你进行搏杀。方便的拳比较准，他哎呦，哇，这后手就直拳是吧？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无论再怎么顽强，说到底也就只有挨揍的份。方便的大脚丫子踹脸和各种各样的进攻，打得高木健太的脑袋出现了点问题。明知道下1秒会挨揍，高木健太依然会发起进攻，不愧是被推选出来的踢拳副会长，自身的抗压能力不言而喻，真的很强。现在不会让你轻易的战胜我，对，不会说轻易的说放弃，因为这也是这个一直是我们所崇尚的这种精神。我们就在观众朋友们来欣赏这中日对抗赛的时候，吴林峰、栏目组将在4月28号远赴德国的汉堡举办中德对抗赛。那个节目我们将在5月份分3期播出，而死神方面也将随我们武林风栏目组到德国参加中德对抗赛。此时的高木健太距离被 KO 只差1点，挨到了这么多次重击依然没有倒下，看上去高木健太十分抗揍，其实他大脑当中的组织神经已经被打得不清醒了，体内的5脏6腑也被方便踹得有点难以承受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。不过这些坚持都是无用功，到最后还是会被方便的重拳无情终结 KO 掉。他在找机会，方便在找机会，死神方面在找机会。我觉得这个选手这个对头部的防守好像对手老是拿得很低，因为这就是这个项目的这种特性，然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 MM 的特点。中日对抗赛男子80公斤级的比赛第3局开始了。高木健太终于站不住了，一旁的裁判看到这一幕吓得直接读秒，生怕高木健太的脑袋被打出毛病。现在他的大脑好像出现了问题。方便已经足够手下留情，真要是卯足了劲往死里打，恐怕高木健太早就在第1回合的时候就被打废了。本想击败方便杀鸡儆猴，结果自己成了那只鸡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死神方便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